如枝桠，也在撑起一个家。微笑如尘沙，也能让种子萌芽。贫瘠的土地上，才会绽放最美丽的花。只因它们献上了年华。 是因为有人选择了留下，理想才终于开花。成宿，成宿，要守着，就怕呢人要是一困了，那个火一大，哎，不得了。这么辛苦的？这个真的是辛苦钱。那你应该给姐夫做点宵夜什么的呀。我做了没用啊，他又离不开，他不敢回去的。哎呀，他们都自己带红薯，有火嘛，自己烤就得了。这样啊。 那今年干脆村委会给他们统一做宵夜，给他们送到烤房去。哦，那好哦，有待遇了，你姐夫会干得更有劲哦。姐夫这个荣誉感还很强哦。哎呀，他以前不这样，自从这个合作社成立了以后啊，他整个人都变了。哎，钱现在对于他来讲不重要了吗？昨天晚上他还跟我讲。 他想入党哦，真的？对呀，那这是好事啊。那楼姐，你要多帮帮他哦。我帮他，我帮他。没想到姐夫这么要求进步的，变了个人啦。看到了吗？就是这条路，把我的枇杷园堵得死死的。要是遇到阴雨天，所有的货车司机都不愿意走，愁死人喽。今年春天还真的是一直有雨。我问过气象台，从后天就开始下。长龙哥，这里离枇杷园5、6里地。对哦，哎，你不是去过？ 前面那个弯转过去，身后。这个坟真的迁不得吗？迁，这个詹山早就想过了，这小子死活不同意。上次修路的时候没听说吗？詹山就为了这事儿还跟他动过手的。听说这块地是他爹走遍了百泥村找到的，上风上水的宝地。 葬在这里，从孙子开始发达喽，连着发达3代。他爸爸懂风水？就黄永军的爸呀，好像什么都懂一点。得了吧，说起来都玄玄乎乎的，都是骗人的。他儿子连老婆都没有讨到，还孙子。这穷一代富一代，这越是上代人得不到的，越是下代人想活得更好。反正你就是跟我作对了。 是吧？我跟你做什么对呀？这地又不是我家的。哼，这个用地不合规吧？耕地上不能建坟呐。这个还真不是耕地啊，当初测量的时候就是这么划定的。他是壮族，壮族允许土葬，而且这个地都是办过手续的喽。 还有手续？你说这巧不巧啊？这黄元军的爸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哦。整个村的坟营地没有一个办手续的，就他家办了手续。得了吧，
这就是我克星。我那100多万斤枇杷，真的要是遇到阴雨天，就烂在地里头了吧？烂在地里不得。是。支书，我们还是想想怎么动员一下黄元军。哪个都可以去，我是不能去哦。黄叔，黄元军姓黄，您也姓黄，你们是不是亲戚啊？哎呀，什么亲戚呀？我们找出五福了，我劝不动这小子。我更不得，跟他商量好几回了。他要是把地让给我，枇杷白给他种，那都不得。方英姐，哥，李小书记，忙着呢呀。你怎么来了？我来找我哥商量点事。啊，好啊。什么事了没？还有个商量，你看。我没事，我们就在这里讲，也不耽误你们干活啊。我关机器干什么了？文秀书记来找你，你面子大了，你还不踏踏实实坐在那里听？文秀书记，坐。好，哥，来，那你坐。来，黄主任，我给你拿凳子。谢不用客气，我来吧。没有，你看看你。谢谢。来，文秀书记，那你们先坐，我给你们沏茶。得，谢谢双英姐。哎，不客气。什么事了？妹，开什么玩笑？我爸妈的坟呢？不得了，这事情不得了。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商量吗？哥，有任何条件你都可以提。什么条件都不得的，我搞的。妹，这是我们家千秋万代的大业，那我爸临走的时候再三交代我的呢。啊，你们这是让我做不孝不义的人了？不是，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说？哎呀，你不懂的，有我爸妈烦。坐下吧。你要是真孝顺，你爸妈也就不会走那么早了。也就是你窝囊生意，还挺给我面子的。那我替文秀书记说一句话，为了大家都好，那个坟你还是迁了吧。不得的。坐下，屁股有弹簧啊。坐下就坐下，坐下不得的。就是你窝囊生意。说过一次了。文秀书记喝茶，谢谢。哥，来喝茶。这茶好香哦，是新茶。对呀，刚刚摘的。哎，一会儿走的时候给你打包一包。不要，支部的规矩你也晓得。是，规矩不能破。黄元军，村子里为你迁坟这个事儿，也跑来好几次了。之前你跟农占山有矛盾，跟蒙昌龙有矛盾，大家都理解。今天文秀书记来了，黄主任来了，你就点个头吧。哎，我没对好，我知道。那你就是要我黄元军的命都得的。但这个事情真的没得商量。这个事比命重要。当然，我们家子孙万代都要靠这个风水的呢。子孙万代，哥，我觉得你先不要考虑那么远，你先考虑考虑自己娶老婆的事。妹，你说什么话了？你威胁我了？我不是威胁你，我只是觉得哥，你要为自己的名声考虑考虑。你讲，你们家那个坟拦在那里，那挡了6、7个屯子的发财路。讲真话，
很多人家都是有意见的。这样子是不是也太自私了点呢？那谁家还愿意把女儿嫁给你？你嫁？不嫁就不嫁喽。话讲的那么绝，那我也不怕把话讲绝了，反正是你先抢的，别人家的女儿我也不要。没就算是你嫁给我呢，签婚这个事情也不得的。哟，那说什么呢？那你也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的呢。我要是有那么不孝顺的子孙，自己不努力，哎，就想凭着一块坟地来发达，那这样的子孙我不要也算了。妹，你乱讲话的，我不跟你讲。元军，你怎么了？黄书记说你2句，你就急成这个样子？哎，我跟你说，这黄书记呀，就没把你当外人，他是恨铁不成钢啊，他是想你好。刚才书记的话，一句都没说错。啊，对了，刚才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想子孙后代都过上好日子吗？那你首先得有个后代才行啊，对吧？我们庄主人最看重的是人品，要是人品不好，真没有一个好的女孩子愿意嫁给你。没好女孩嫁给我，关你屁事嘞！我娶寡妇当不当？签婚就是不当人。嗨，黄云俊，你说什么呢？寡妇就不看人品了？我没说你，我说穿了，我。黄云俊，你长长脑子！我告诉你，我就是寡妇，但是我今天就代表寡妇告诉你，寡妇也看不上你这种人品的。你能在我这里干活，我全是看在文秀书记的面子上。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你要是答应，咱们风平浪静；你要是不答应，我立马给你结账，你马上给我走人。聊天喽，好好的聊天，怎么聊成这个样子呢？我王八蛋，我混蛋，我错了，得不得喽？不得，你到底答应不答应？都怪你喽！哥，这个迁坟真的是个大事，你考虑考虑。不得嘞！看着没啊？你干了半个月，我给你结1个月的账，拿好了啊！干嘛呀？你下岗嘞？妹，你说句话喽。哥，这个事你要为大家想想啊。除了这个事，什么都听你们的。除了这个，别的不需要商量。合伙起来逼我是吧？对，不可能。哥，我不可能。哥，哎，哥，我们好好讲，哥。元军，这事怪我。双英姐，你还是让他继续在你们这里干活。迁坟的事，我再慢慢想办法做工作吧。文秀书记，你知道我的脾气的，我要么帮你拿下，要么让他滚得远远的。哎，谢谢你啊。
老婆。哎，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哎呀，看路去了吧？啊，黄书记和老黄去动员黄元军去了，我们就散了。那也要回村委会呀。怎么回家里来了？最近村里忙，好不容易闲下来，我就想看看能给你做些什么事。支部，你来哦。可以啊，我来啊。来，你坐下，给。得，看花容易，有话跟我说。说了得哦。那要看说什么。你肯定不会高兴哦。那边坐着。我跟你讲啊，把苍龙应该分成的钱算清楚了之后还给他。谁逼你啊？没有哪个逼我，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得。你知道数不？我哪知道，这些事都是你管的喽。那我告诉你啊，一共是34800。那么多？你以为呢？哎，苍龙，浇什么浇？这地有些干哦。干也不用浇，跟你说不用浇就不用浇，怎么那么多废话？哎呀，这下子被黄文秀给欺负成这个样子哦！哪个？哪个欺负哪个？就会乱讲。你还是去浇园子吧。这。耶，不是你不让浇我才回来的吗？哦，又让浇了。好，我再去浇哦。你去哪里？到底要怎么样？后天就要下雨喽。这一丝云彩都没有哦。后天要下雨，哇！什么动物知道后天要下雨哦？啊，抱歉，我不是要骂你哈。我巴不得你骂我嘞。哟，我可不敢呢。哎，你是我们家的皇上，皇上大人，恕奴婢多言，问句，谁让你气成这个样子？老天爷，100多万斤枇杷，这一下雨怎么办呢？哎呦，你真的是多虑哦！哎呀，就下个雨，2、3天地就干喽。2、3天？我跟你讲啊，半个月。哎呦，胡说八道！什么雨下半个月？我听天气预报讲，说是有台风，讲什么是热带风暴。啊？那可麻烦哦。哎，你不是去看路的吗？你怎么回来干什么啊？赶快去嘛！那总共40、50步远的路，现在修还来得及哦。黄元军不迁坟，那路怎么加宽呢？哎呀，所以讲他这个爸爸哈，真的是真会占地方呢。哎呀，不行，就跟他来硬的，让黄文秀想办法啊，让他把坟刨了。
刨什么？坟呐，把坟刨了不就完了吗？你讲的是人话吗？刨人家祖坟，民族政策你知不知道？还跟黄书记讲，他讲不讲干啊？哎，黄文秀来不就是想要脱贫的吗？她一个小姑娘，你给她加把火，你让她去想办法啊！告诉她，100多万斤枇杷，300多万块，她不想办法解决，7、8户当年就返贫。那枇杷又不是人家黄书记种的。那黄文秀来是不是为了脱贫呐？7、8户返贫，她怕不怕呢？你不要指名道姓的，人家是第一书记，大的官哦，那他为什么不去解决问题嘞？哎呀，你在这转有用吗？你让他去想办法去找他呀，去找他去。哎呀，找哪个？我跟你讲，你现在跟我搞来搞去的，你把我搞得一点威信都没有了。这个也能赖上我哈？哎，那你找我姐夫哎？今天回来的路上，他跟我讲说要把种枇杷的钱退回来，你知道吗？他这样跟你讲？嗯。哎，行啊，拿回来，3万多块呢，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呢。你就知道钱。他还跟我说，要在组织生活会上做检讨。大会上做检讨啊？嗯。他什么意思哦？啊，那是要翻脸哦。我当面去问他，他什么意思？你站住，坐下。我叫你坐下，听到没有？我问你，你去干什么？我找他问清楚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你不找还好，你要是一去，现在就看你姐的态度了。那我给我姐打电话可以吧？哎呀，你打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有几斤几两？是不是这个世界，整个地球连你都不算了，是不是？我看你就是跟我有本事嘞。哎呀，昌隆的钱还不了喽。你以为呢？别自己喝啊。酒厂的人什么时候来啊？黄书记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哎呀，讲明天再来了。我说怎么这么早回来？得，你聪明，你猜对，你想通了吗？想通了，把这专利卖给他们喽。那不得哦，专利卖不得，黄书记讲过。不卖，那黄书记还长隆的钱啊？关他什么事？又把他扯进来。你告诉黄书记，合作社的事情我同意，但我有个条件，让他先贷款5万出来给我。你讲什么？你贷5万块做什么？大干喽，那不得进点什么材料啊什么的。家里有那么多米，黄书记讲了，你只要把那些酒家他们的技术管好就得哦。这光管技术，咱也赚不到钱呢。先把酒做出来，那酒厂就会收的。那也用不到，要贷5万块啊。我想把长隆的钱还给他。
你想通了吧？明白倒没明白，但我总不能让我老公为难啊。哎呀，我就讲嘛，我的老婆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呢，真是难得的好老婆。来，我敬你一碗吧。我不喝，我困了。现在吗？那去哦。青梅无两情一针，哪怕山高水又不深，山高自有水修不远，水深自有渡不穿的人。妈，你也不休息一下？哎，你怎么来了？睡觉去啊？不用不用。你作业都写完了？妈，真把皇叔给辞了。啊？那你一个人怎么受得了？没事儿，大不了少干一点。其实皇叔挺能干的。那也不惯他那毛病。就为了黄书记？黄书记为了谁啊？是，他那人挺有胸怀的。怎么，你改变对黄书记的看法了？不是对他，是对我自己。啊，我想好了，我要去考大学，到外面看看。好啊，我支持你。咱家现在有了这榨油机，有钱了，你只要想考，你考哪儿妈就供到哪儿。我怕给你累坏了，要不就把黄叔叫回来呗。我才不惯他的臭毛，不叫。啊，那你觉得他会认输吗？那他就闲着呗。妈。其实你也是有点喜欢人家的，对吧？乱讲！我是为了帮他脱贫。哦。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不能假装不知道他喜欢我。那为了别人的事情，你跟他闹翻了，值吗？不是别人，是大家。哦，忘了，妈，你是党员呀。我不仅是党员，我还是党小组长呢。妈，有个事我特别好奇，这党员有这么大魔力吗？你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的。看你怎么说的。哎呀，怎么跟你解释呢？这共产党员平时呢，跟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但是只要遇到事儿了，有人会说共产党员给我上，10个有9个都会毫不犹豫地往前冲。我看电视就是这么演的。等你懂了，你也会加入共产党的。黄书记，这谈判我得吗？得。等一下呢，我们主谈，你听着就得。但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合理或者吃亏的，你就要大胆的讲出来，不要不好意思哦。行，这个小账我还是会算的啊。来喽。朱厂长你好。你好，你好。韦主任你好。黄书记好。就是说这个酒好不好喝，浓度够不够，都是你们说了算。那还要我这个技术总监干什么？
技术总监负责酿酒工艺、配料、口感等等。我们这个质检主要是安全指标、浓度等这些需要上仪器监察的指标。也就是说，这个酒好不好喝，我说的算；安不安全、度数够不够，你们说的算。可以这么认为。得，这条可以写细一点。得。那第4，暂时定名为壮香特供米酒，注册商标为福玉牌，曾福玉同志拥有该产品的完全知识产权，但不得在合作期间向本合作社以外的任何一方有偿或无偿的转让技术。黄书记，你的意思是说，有偿或者无偿的对外转让，就是我收钱没收钱都不能对外说，是这个样子吗？对，而且这一点必须保证。那假如我自己家弟弟，他要酿酒，他做的不好喝，我也不能帮他弄。韦准，你介绍一下。像这种情况其实不好禁止，但必须保证2个条件：一是你帮他弄可以，但不能把核心技术告诉他；二是经你弄过的酒不能对外销售。那他要是想卖给我们合作社呢？这个可以，但必须是永久性的。如果技术外流了，给我们造成损失，你要负赔偿责任。厂长主任啊，以你们的经验，你们预估一下这个酒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我们请业内行家认真品尝和讨论过了，这个酒的品质非常好，但是因为目前产量少，又都是纯手工作业，我们准备在宣传和销售上走神秘路线。如果包装好一点呢，市场价格应该可以定位在每斤280到350元之间。多少？当然了，这是市场价格，出厂价格嘛，相对就要低一点了。但按我们的经验，不会低于100元。好。那祝我们这次合作愉快啊！刘主任，真的是太感谢了我。不客气。有了你们农信社的这笔贷款，我们村至少又有7户贫困户可以脱贫了。真的是感谢啊！应该的，农信社本来就是广西人自己的银行，党管金融办理扶贫小额贷款要廉洁、合规、高效，只要项目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然后今天下午啊，我们的信贷员可能会到咱们村挨家挨户的一个一个的给办理了。这么快？哇，这说的太好了哇！太感谢了，不客气，谢谢刘主任啊。那刘主任，我们就先走了哇。好，再见，再见，再见，谢谢，谢谢。黄书记，你可真是厉害，这一下子就贷款100万呢。嫂子，不是我厉害，是广西农信社小额免抵押贷款这个政策好，也是你的项目好。再讲，人家是看好我们的这个前景啊。黄书记，你放心，有你这100万在兜底，那50个酿酒户，我向你保证，每年都会出500斤的酒，而且保质保量。太好了哇！你不要把牛皮吹破了哦。我是吹牛的人吗？黄书记，你相信我不？我信。嫂子，今天这个谈判啊，我才发现嫂子是能人哦。是啊，福玉是可以的。你别看他平时少说话，可心里有数着呢。真是个能过日子的人呐。哎，你说，按那个50户乘500斤，2万5啊，2万5，你提成的是5%，那也10多万了。你们这酿酒户也不吃亏啊。如果你们多酿150斤，就是6000块。那还了贷款，还脱了贫呢。
你看，你这小账啊，算得可真快，都赶上韦平利了。高手在民间嘛。是啊，是啊。现在每家是贷2万，你贷5万啊？你计划生产多少斤啊？也是500斤啊，不敢多弄，我管那么多家也弄不过来。那也是500斤，你家还要贷款？老黄，你什么意思？我们家贷不贷款，还要你同意哦。啊？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占山很多次跟我商量，这不是因为昌隆跟我们家是亲戚吗？所以这么多年种枇杷都没有要我们的分成钱。占山想着还是要把这个钱补给他的。支书，嫂子，谢谢你们这么坦诚啊。黄书记，下次组织生活会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事讲清楚的。支书，谢谢你啊，也谢谢嫂子。其实真的没想到你们今天会把这个话讲出来，讲真话是蛮感动的，是吧，黄叔？啊，是的，是的。哎，那个车上运的是枇杷吗？是啊，昌隆也是着急了吧？那这样，我们等一下把嫂子先送回去，然后我们3个人去趟枇杷园。好。黄书记，带我一起去吧。得。还有吗？就这些了，那些还要等3、4天。不要再等了，去摘，把车装满。再摘就轻果了，价一样嘛。那可不能一样。看在昌隆的份上，就算吧，给你们装啊。不过只能算2等果啊。2等，我们今年的都是好果子。2等是看昌隆面子，这5熟的果得往里面掺，不然的话就别装了。啊，摘吧摘吧，2等就2等，摘吧。那我不卖了，我也不卖。我告诉你们啊，明天就要下雨，车进不来，麻烦就大了。快去摘吧，能卖多少是多少啊！不摘，我不管它下不下雨，5分成。你是报销的，讲好了，在地头交货。就是啊，已经差1毛了，凭什么少卖啊？算了算了，就这些吧。我看装满有这900斤，啊。得了得了，过秤装车，装车吧。快一点，后面拿几筐都装过来，快一点了，后边的跟上，快一点。昌隆哥，黄书记，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去信用社办事，大家都很担心这枇杷园，就过来看看。哎，昌隆，这果可以尝一下吗？什么话，嫂子？什么叫尝尝？到我园子来，管够，吃吧吃吧，都吃都吃。哎呀，真甜！今年的果可真好，好吃吧？好果也坏得快啊！哎，昌隆，这数对了，我们就走了啊。韩总，后天一定要多派些车过来，我估计至少要15、16车的吧。电话联系吧。这天啊，要是不下雨还行，要是下雨啊，大三角那一带可不好走。下了雨，谁敢进来啊？是的，是的。我先走了啊。谢谢韩总。韩总你好，我是黄文秀，你好。黄书记。是。哎，我在压车呢，我得先走了啊。韩总，今天也很巧见到你，我们能不能多聊几句啊？要是时间晚了，我也可以让村里派车送你回去。多谢了哈，改天吧啊。我这到了货场啊，卸了货还得算账呢。哎，改天我们再聊啊。黄书记，再见啊。韩总，聊几句吧。走。黄书记，黄书记，
每年收枇杷都是他们。是的吧？他这个人蛮实在的，是计较一点，但是不差钱，账也结得快。那还得。这1斤枇杷他能赚多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吧。做买卖的，我又不好意思问人家这个，你懂的吧？那倒是。马书记，你来找我有事吗？没事，就是因为明天下雨嘛，想过来看看。王书记，这一片的枇杷园，昌龙哥，现在好了吗？这枇杷今年结得不错哦。是的哦，比往年都好。可是你说这3月份了，怎么还有台风呢？我问过气象台，其实异常情况每年都有，只是今年比较集中一些，而且还有一个热带风暴，他们已经黄色预警了。有什么用啊？嘿，珊珊，那个又大又黄，我要那个。你摘了？我摘不到。不好。哎呀，快摘了！黄书记，这串又大又黄，给你了。好，谢谢嫂子。你就让我出头。罗姐，啊，醒啦？这雨下多久了？刚下，那地皮才湿啦。不过这个阴的云了，估计这几天停不了，要下1个星期哦。姐夫他们开始烤烟了没？昨天晚上点火了。下雨没有影响吗？下雨我就不晓得了哦，这我不懂。不过应该没有影响吧？火一直熏着的。天空多空旷，要去飞翔，要奉献那一场愿望。女孩把梦想装满行囊，浪漫的彩虹各种各样，穿过了河流，阵阵村庄，用歌唱去顶住风霜，自己的坚强自己培养，每天把微笑当漂亮的妆。我要挥舞那双秀丽的翅膀，让小小身体爆发出力量，跟着那理想慢慢的成长，阳光照耀着我希望的脸庞，挥舞那双追逐的翅膀，摇摇呀挑战未知的远方，打打气给自己给一个赞扬，青春的绽放是最美的风光，挥舞那双秀丽的翅膀，让小小身体爆发出力量，跟着那理想慢慢的成长，阳光照耀着我希望的脸